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如何看待演员程毅在录制综艺《奔跑吧黄河篇》中弱智傻的表现，被网友起外号成憨憨？程毅是真的傻吗？最让我难以忍受的，莫过于笨蛋；最让我轻易臣服的，莫过于温柔。程毅很温柔，而且绝非笨蛋。因为俄组这2天关于程毅的帖子太多，黑黑粉粉的，憋不住想说几句。本人高龄，不混粉圈，不服我也没空和你杠。就因为上了2期跑男，在综艺节目的游戏里表现笨拙，于是那些嘲讽程毅真的很蠢的帖子层出不穷。综艺节目，有些人看是为了欢乐，有些人看是为了找茬，何必呢？核心意思如上，本人话痨，后面慎点。人多有慕强的一面，会自然而然被那些强大的、勇敢的、聪明的、美丽的人物所吸引。与此同时，人又会忍受不了笨蛋。这种慕强又有着矛盾的一面，就是那些强之中又蕴含着某种弱势，产生的矛盾会激发更复杂的情感。比如一个成熟理性的人，偶尔又有孩子气的天真；一个坚强的人忽然流露出的脆弱；一个身体孱弱的人却有着强悍的精神和毅力。比如素来严肃正经的人，忽然冷幽默；一个在某专业超拔出众的人，在非专业领域表现出的笨拙和手足无措。程毅在跑男中的表现，就是一个好演员忽然进入并不擅长的综艺节目，表现出来的那种笨拙。有些人出于慕强的心态，对他冷嘲热讽，但我看到的却是他表现出的另一种特质：温柔的性格，稳定的情绪。游戏而已，他参与，他快乐，成败与否不是那么要紧的事情。他有时也吹些牛，说这个肯定没问题，但是那种吹牛不是油腻中年人喝多了马尿，或者被周遭人追捧日久而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吹牛，只是一个认真游戏的少年流露的小傲娇，并不令人反感。最让我生出好感的是，碰见别人说话毫不客气时，他一点愠怒的神色也没有，心无芥蒂继续高高兴兴一起玩。实话实说，节目中某位女嘉宾挺毒舌的，由于程毅游戏开始时说过我觉得不用想太多，后来这位女嘉宾一脸嫌弃的表情，我看你是没脑子想这么多吧？句号。但是我也不反感这位女嘉宾，因为她身上有一种蓬蓬勃勃的真性情，她也没什么恶意，也不是针对谁，只是投入游戏，在礼貌和尊重上欠缺了点。但这毕竟是要上星的节目，和一群同行在一起，过后还要播放给全国观众评头品足，面子上搁不住，或者心里不舒服，流露出不悦，都是人之常情。程毅却完全没有这种情绪，他始终是带了笑意的，随性而温和。沙溢用充气锤子砸他的头笑他糊涂时，他缩头摸一摸脑袋，那一脸懵懂的样子也很可爱，令人感慨。这个演员虽然已经30岁了，在娱乐圈的名利场里打工，身上却没有一点油腻感和江湖气。一个比方，可能不恰当，就是从这个演员的身上，忽然理解了黄蓉为什么喜欢郭靖。在专业领域，他有自己出众的能力；在非专业领域，他有笨拙、害羞的一面，但很大度，很温和，开得起玩笑，甚至有点随便欺负没关系的好脾气。不自卑，不狂妄，不逢迎，不轻浮，以及最重要的是，他真的很温柔，戏里戏外，这一点是始终如一的。看了一些访谈，他回答问题并不是妙语连珠、机智风趣那种，但一定是真诚、温柔、尊重的那种。温柔还说明另外一点，就是这个人的素养、自控和内心的强大。成年人最容易臣服于温柔之下，在社会里摸爬滚打越久，粗粝的外壳越厚实，
因此得以瞥见人类温柔而真诚的一面时，是看见蚌壳之中珍珠光芒闪烁的欣喜。面对这样的人，很难不举手投降。其实，这也是另一种慕强。从我个人的感受而言，人在无能的时候就容易滋长狂怒的情绪，而那些自始至终温柔理性、情绪稳定的人，说明他们有信心掌控局面，或者至少掌控自我。例如，面对在公开场合满地打滚、撒泼胡闹的熊孩子，做母亲的想尽办法也无法收拾场面后，很可能演变为一场暴怒的训斥，甚至动手。职场上遇见的歇斯底里的上司，大概率是能力不足，只能靠这种方式来发泄情绪，震慑下属。在辩论场上，情绪激动甚至失控的一方肯定是落了下风的一方。情侣之间，云淡风轻的往往是掌控局面的人，而那个总是忍不住发脾气的人，是表面的强势，实际的弱势。看琉璃之前，程毅在我这里属于查无此人状态，从未看过他的戏，听过他的名。看了琉璃之后，这部剧虽有无数遗憾，但有一个近乎完美的与司凤。司凤凭借演员优秀的演绎而鲜活起来，令观众愿意相信他在另一个次元里真实存在。程毅能够如此透彻地理解剧本、角色，赋予一个纸片人丰富、生动的生命。如果他不聪明、不专业、不敬业，是绝对做不到的。人无完人。俄组朝他的帖子多了去了，那些古早的土肥圆照片，我也跟着欣赏了不少。但恰恰是这些，让我看到一个普通人如何通过自律、专注、努力，实现了即可称为涅槃重生的成长蜕变。是的，你可以变瘦、变美、变强、变聪明、变自信。从前那些看你不起的人，早已被远远抛在身后。最后说一句，蠢在我这里是一个带着居高临下感的、非常没有教养的词汇。那些动辄说人家蠢的人，如果不是黑子，可以扪心自问一下，自己是不是一个容易阴阳怪气、喜怒无常、暴跳如雷、情绪失控的弱者。这2期的跑男我从头到尾追了，当然我有粉丝滤镜，没有办法客观评价他的表现到底是傻过头，还是那种自带综艺感的游戏黑洞。有时候尬是真的，第1期我就经常被尬到捂着眼睛怪笑，就那种老母亲看着自家孩子频频掉线，一脸不忍直视，但又舍不得移开眼睛，甚至真情实感替他感到不好意思，于是只好怪笑舒缓内心的尴尬。甚至我还在想，不如别出来参加综艺了，因为看过那么多场合的他，好像只有片场花絮里的他的状态是让我觉得最真实、最舒服的。但看完第2期，我的想法又变了。其实他也没那么局促拘谨，他最开始到一个陌生环境的反应，其实像极了很多现实生活中普通人，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认识一些新的人，一开始会有点不自然，其实熟悉了就好了，只是镜头将这些放大了。我看他第2期玩的挺开心的，动不动就喊人哥哥，后来那个沙哥哥真的是奶萌奶萌的。第2期最躲不开的话题肯定就是牛肉面那个游戏了。其实看的时候我也笑抽了，就完全不懂他为什么是那个脑回路，到底怎么想的。当然我不觉得他在装，或者立什么人设，但的确是无法理解他一系列的反应，就觉得好傻好傻。直到后来刷超话看到这张图，然后重新回去看了一遍牛肉面游戏，发现一系列反应真的神奇的对上了。无论是一开始自信满满的说我懂规则，我这个摆是有战术的，还是面保护牛肉，反间计一系列的说法，差不多是自洽的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他已经陷进了这个思维，但一直被纠正，被纠正的时候又没转过弯来，于是一边努力认真听，努力将别人讲的规则，这些强行和扫雷的规则结合起来，我估计他当时脑子快成一团浆糊了。
所以 baby 最后一次想给他好好解释清楚的时候，他一开始几乎是放弃的说，他对数字不敏感行了吧？他当时心里估计在说，这游戏饶了我吧，太难了。程毅肯定不笨，情商肯定也不低，他的理解能力、记忆力、共情能力都是一等一的好。浙江卫视放出的花絮里，他迅速从一个 sorry 就猜出来了教父，可见无论是阅片量还是记忆力、反应速度都很好。但他应该很容易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，当他认定一个思路的时候，除非彻底想通转过弯来，不然就很容易再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深。就像之前猜人物一样，他开始被带跑以后就容易越走越偏，非跟家政过不去。还有，看跑男的时候，总觉得他有一种来旅游的心态。面对自己不是很感兴趣也不太擅长的东西的时候，他就没太大的胜负欲。之前黄河边填词的时候，他背着手看毛晓彤写字的样子，像极了小区里看人下棋的老大爷。但我能感觉他对射箭蛮有兴趣的，一开始射的不行，问教练这弓不对，我猜他的意思是这怎么跟我剧组用的古代弓不一样呢？别人都是自己在射，教练调整姿势，但我有观察到他是让教练摆姿势，他跟教练反复确认，记住教练的样子。最后，我正儿八经粉一个人才知道，原来明星参加一个综艺，对他的粉丝来说，可不止节目里播出的短短1-2个小时的镜头，机场飞录制点路透，拍摄过程中的全天路透，飞回来又是一波路透图。还有节目正式播出的物料、预告。追星大部分时候都特别无聊，尤其是粉一个常年扎根剧组拍戏的演员，所以偶尔能出来活动一下，无论是上个综艺，还是有个商务啥的，实在是一种粉丝福利啊。当然，他最有魅力的时候还是在剧中，第一次遇到这么合我胃口的男演员，他饰演的雨丝凤真的是我最喜欢的纸片人了。如果不是我自己老公也是和程毅差不多类型的人，我真的会觉得程毅挺笨啊。可事实上真的有文科状元逻辑思维为父的，根本不能根据一个行为就用笨傻来定义一个人。先说说初识程毅，我是因为给我妈调台看《非诚勿扰》，当时琉璃还剩几分钟在播，就那么几分钟的丝缝镜头彻底把我带入了坑。我是一个10年不看仙侠、不看古偶钟情美剧的老母亲，真是想不到对丝凤一见钟情，更想不到还是下了蛊的那种。连着2周熬夜刷了3遍琉璃，第1遍主要是跟着剧情走，虽然后面剧情有点崩，还是又刷了2遍。这2遍完全就是跟着程毅的演技走，各种微表情和眼睛传达的情绪真实让人回味无穷。这大概就是一个演员天生的灵气。之后又去挖了程毅的各种综艺、各种采访、各种花絮来看，成功从丝凤的坑跳到了程毅的坑，这到底是什么蛊啊？后劲这么大。再来说说我老公，我老公某211电影学硕士毕业，在校期间拿国奖，校优秀毕业生，语言天赋很强，记忆力很好。然而他是一个赤果果的游戏黑洞。尤其是和朋友们一起玩狼人杀这类需要逻辑推理的桌游时，笨的怎么讲都不开窍，真的是好想钻桌底假装不认识这人啊。这和他平时就是个直肠子不绕圈的性格有关，这种人非常单纯，老实，没有坏心思。好啦，切回正题说程毅，我绝对相信程毅没有在立人设，他是真的没有很理解游戏规则，是有点一根筋的傻憨憨。正如他所说，他的性格很慢热，不会特别 open 去主动问、主动创造话题，更多时候是一种自说自话，有种抽离感。第1期说想合作的嘉宾，他说秘密之后特别正经的解释，因为别人也问过，所以他要固执的继续在这个综艺节目里也死磕下去，完全不会糊弄自己，更不会糊弄观众。之后还加一句我会好好努力的，这里也能看出他的真诚。
执拗和傻憨。牛肉面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，以及射箭，难得射中一个8环，大概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。相较于其他综艺咖，他可能在玩游戏方面真的不灵的。然而这又怎么样呢？明星是偶像也是人，他也是一个普通的有优势有劣势的人。那些玩游戏一点就通的艺人能像他一样1秒入戏吗？术业有专攻，他的本职是演员，吃透角色演谁活谁就是他的智慧和魅力。他的聪明体现在对角色的理解和把控，对自己肢体情绪的控制和表现。一个弱智傻是做不到这些的。如果看过湖南卫视的1年级综艺，就更知道程毅不仅不傻不弱，还特别有领导力，跟大咖对话也不怯场，各方面都支棱得起来，所以粉丝们才会对他某些游戏方面的不灵半调侃式的叫他成憨憨。他的憨除了游戏不灵外，还主要根结于他的单纯。考古到一个1年级时的记者恶意采访，那是节目里陈建斌带2个队长采访李安导演，让程毅先问问题，程毅就一口气问了3个。之后因为李安临时提早5分钟走了，其他人问题没问完。同时程毅的经纪公司对外宣传打着程毅对话李安的卖点，记者就很恶意地说，网上都说你这事做的特别心机，你怎么解释？程毅真的就是在很认真的解释，旁边的大姐都看不下了，拿过话筒黑着脸说并不知道李安会早走。程毅完了还笑着问记者，回答的你满意吗？全程 get 不到别人对他的恶意，全程傻憨的笑，一点没生气，脾气是真好啊，是个单纯的大男孩，也非常温柔和善良。我很少看到一个20-30岁的男人对小孩那么宠溺，而程毅在和各种小屁孩的拍摄花絮真的好有爱。现在程毅的性格和之前还是有很大变化的，岁月的沉淀让程毅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都变得更加柔和。以前1年级的时候还蛮活泼的，有种初出茅庐的青春和自信，特别像我们在大学时积极参与各种比赛的样子。现在30而立的他越发低调沉稳，就像我们毕业后在职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年心气平和的状态。加上这几年他的戏渐渐被更多人看到，他其实是对自己地位有很清晰和聪明的认知的。处于小红状态的他保持着谦卑和初心，他一心做好自己能左右的事情，不做作不恭维不迎合，这大概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。看第2期他老给自己找台阶下的时候还挺心疼的，比如牛肉面那里说自己对数字敏感，射箭那里说是不是攻不对啊，不是他迷之自信，只是化解自己的尴尬罢了。如果能有机会和现在的程毅说一句话，只想说，请你更自信的好好爱自己，粉丝并不需要一个十全十美的程毅，做你自己就好。当然更私心的希望他接下来的几部戏都能大火，不为别的，只想他更自信，只想他知道就算自己不完美照样可以是很多人的最爱，只想看他站 C 位，想抖机灵就抖机灵，想自闭就自闭。因为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，他善良、单纯、谦卑的本性值得更多赞美。